是。这里是云港经侦，通知你一声，你丈夫钱鹏涉嫌集资诈骗，已被刑事拘留。嫌疑人被羁押在云港区看守所，家属可以委托律师来会见。什么？快来！小马，警察为什么带走钱鹏？于总转走了公司大部分资金，现在人联系不上。他转走多少？2700万。于总转走钱，你们报了警。那钱鹏不应该是受害者吗？他是受害者，警察抓他干嘛？他是法定代表人，谁能证明你们跟于总不是串通好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啊？你跟钱鹏是一个被窝里的人，他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的钱都投到公司去了，结果现在……往往背刺兄弟的，都是最信任的人。小马，你是技术团队的核心人员，你跟着钱鹏不是1天2天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事情弄清楚，把人给救出来。现在公司账户上只剩10几万，很多用户今天发现钱转不出来，我们给了公告，说应用程序系统在升级，根本瞒不了多久。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他们被骗了。你不是律师吗？你应该清楚2700万要判多少年。钱鹏运气好，有你这个律师老婆，还能省律师费。我们呢？小云，师傅，你怎么在这儿？我有事找你，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就在这儿等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钱鹏他出事了。小云，你跟我说实话，云鹏财富你到底有没有参与？我投了钱，还有我的父母、亲戚的钱，现在都没有了。不只是这样，我们已经登记了。如果钱鹏赔判刑，所有的债、所有的事，师傅，我脱不了身的。小云，你先别急啊，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到办法，先保护好自己，明白吗？我问你啊，云鹏财富的核心团队是如何运营的？技术团队又是如何操作的？这个你了解吗？公司的事情都不是很清楚。然后那个携款逃走的投资人于总，你们之前有见过面吗？我跟钱鹏一起见过1、2次，但他们都在聊项目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交流。然后你从家里人拿来的投资的钱，这个你跟钱鹏之间有转账记录或者是借条什么的吗？有合同，
那些钱我让钱鹏写了借款合同。我现在给你梳理一下啊。首先，云鹏财富被调查，和投资人携款逃走，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云鹏财富的运营模式你一无所知，你也没有参与。第二，你跟钱鹏之间是有借款合同，能证明这个钱是你借给钱鹏的，所以在两个案子当中，你都是被害人的身份，明白我的意思吗？至于钱鹏，他要面临的债务问题，这个就得等审判结果出来之后才清楚。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整理所有你能拿到的资料，你心里必须清楚你将要面临的损失是多少。师傅，对不起，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让钱鹏做好风险预案。小云，这个世界呢，看似繁华美好，到处都充满了机遇，但是有很多都是浮华的假象。我们必须有能力去分辨到底哪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能拥有的。好了，什么都别想了，回去好好睡一觉。剩下的，明天到所里我们一起想办法。你的事儿，康主任和戴律都听说了，然后他们俩也答应了，可以做你的顾问团。戴律、康主任，谢谢你们。不用谢我，谢你师傅吧。也不用谢我啊，我们帮忙，律师费从你的工资里扣。然后大致情况我也和他们介绍过了，你手里现在还有什么能打的牌，拿出来说说。这张照片是我给亲戚们写的借条。我父母和亲戚的钱，我都让钱鹏写了借款协议。我找技术团队要到了公司软件运行的一些数据资料。钱鹏手底下的人现在不是完全信任我，很多信息都不愿意说。我只知道那个投资人于总登录了管理者账号，操作转出了大量资金，然后就彻底失联了。你报警了吗？警察已经介入调查了。主任的意思是说，你借款给钱鹏，但是这笔钱现在被转走了。你作为被害人可以报警，要求警方来寻找嫌疑人和追索损失，明白了吧？明白了，我等一会儿就去报警，说明情况。那佩玲姐，你有什么看法？这个协议只能证明你和钱鹏之间不是投资关系，只是借款。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假定云鹏财富是集资诈骗，你不知情且没有参与，主观上没有知道，也没有应该知道。第二，于总卷款外逃这件事与你和钱鹏还有钱鹏公司都无关。第二条，如果警方介入调查清楚了，那么也不会对小云造成影响。理财软件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产物了，非法转移资金，这个要另案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讲，钱鹏是受害者，你也是受害者。对了，今天早上我还登录了这个 APP， 我看它现在还在运行呢。目前用户有什么异常吗？从昨天开始就有用户申请提现，后台挂出了数据维护的公告，但应该撑不了多久，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用户要求提现了。用户发现是迟早的事，但现在钱鹏已经被抓，这些债务是否与你有关，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事。还有关于钱鹏的代理律师，我建议你不要参与，找其他律师。钱鹏是我老公，他出事应该由我帮他打官司，我会联系他父母要授权委托书。就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所以你难免会带入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是律师的大忌，这对你和钱鹏都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戴律师说，他可以帮你介绍擅长这方面案件的律师。我没有钱请别的律师。如果外面的律师不行，你可以考虑我们所里的，钱可以先帮你垫上。你是我们成军所的人，
你的案子陈军所不会袖手旁观。戴律，刚刚你也说，如果钱鹏定罪，我也会很麻烦。我想现在这个情况，钱鹏应该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我必须亲自见到他。如果你非要见钱鹏，我也不会反对，但是你一个人不行。康主任，能麻烦您陪小云一起去吗？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你这个做师傅的呢？你看我们俩都是女人啊，又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共情，做出非理性的判断。说到理性、客观，我认为您更合适。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知道主任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处理过很多涉及金融犯罪的案子，因此我认为您更能准确地判断钱鹏目前的处境。所以，不管从情绪管理还是专业经验上来说，我认为您都是能帮助小云的不二人选。看到他今天找我们来，是已经把我们拿捏得明明白白。这可不是拿捏啊，这是信任，完全的信任。那气氛都烘到这儿了，那就赶紧安排，来想想办法怎么帮他。谢谢主任，我马上去安排。哎，你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建议，和案子无关，是关于你个人的。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你有没有考虑过尽快和钱鹏离婚？我没有考虑过离婚，即使离婚，那些债务我也一样要去偿还的。如果你们两个婚期不长且已经准备离婚的话，那么对方的借款或者是集资获得的资金并没有用于你们共同的生活，这对你来说会更有利的。唐丽，我打断一下啊，我们假设出事的可能是你的伴侣，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吗？主任，我是律师，我只是站在我当事人的角度来替他解决问题。如果现在我跟您谈道义，那我会认为是我的不专业。小云啊，唐律刚才说的也都只是建议，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但是离婚一个人决定就可以了。我们都是外人，最后做决定的那个人只能是你。谢了，真没想到康主任会亲自过来，我真的没有犯罪。康主任，你要帮帮我。钱鹏，时间有限，咱们长话短说，我问你3个问题，你如实回答，好吗？第一个问题，公司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通过自买自卖的行为操纵过交易价格？没有。第二个问题，理财顾问的专业建议是否是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不是，我真的不是骗子，咱们都是自己人，你要相信我呀。第3个问题，你有没有登录过后台，伪造后台数据？你是一位资深的技术人员，从这个层面登录后台伪造后台数据，对你来说易如反掌，是这样吗？钱鹏，你有没有伪造过数据，欺骗注册用户？我没有。初期我们确实发现存在这个漏洞，我们技术团队用了很多心血来修补。但是于总也知道，他也可以登录更高级别的账户，相当于管理账户，跨过你们，然后找到漏洞，卷走资金。你的意思是，
于总利用了我。我的问题问完了。钱鹏，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公安说我这个案子是集资诈骗，判多少年啊？这案子定性非稀，还是集资诈骗，这要看你有没有非法占有募集资金的故意。这个故意，他们不会看你说了什么，是要看你做了什么。他们会用客观的行为来判断你的主观意志，明白了吗？我们公司账目都很清晰，小云知道。就为了这个项目，我们整个团队工资都不高，我甚至比外面程序员还要低。这项目是挣钱了，但我们没有乱消费啊，就没有拿这个钱去买车买房啊，都是日常的合理开销。这个项目你可以查的，对得上的。这些需要时间调查取证，毕竟于总已经潜逃了。不是，我真的没有犯罪呀，我是无辜的呀，康律。你要相信我，你得帮我呀！只有你能帮我了呀！我要你做我的代理律师，我要你帮我打赢官司，无罪释放，可以吗？钱鹏，康律接什么案子，是他的权利，康律愿意帮我们，已经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了。那你就好好帮我劝劝康律行吗？让他代理我这个案子，不就完了吗？康律，您说个价，多少钱都行，您说。钱鹏。钱鹏，林小云已经决定做你的代理律师了，我相信他会对这个案子负责到底。相信他。他负责？他有这本事吗？没有他，我现在能坐在这儿吗？林小云，是不是你成天喊着要买车、买房、买包的？我要不想一些极端手段，什么时候赚过钱把你娶回家，有想过吗？还不是因为你吗？没几分钟了，你们俩单独聊聊，我外面等你。康律，康律，你得帮我呀！我必须要提醒你啊，这个案子事实证据已经是明摆着的，除非后面有颠覆性的证据，不然整个情况对你很不利。如果我要是你的话，现在想的不是怎么脱罪自保，而是定罪之后如何善后。你如果要没有自己能够善后的能力，你就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唯一能帮你且肯帮你的，林小云。珍惜。告诉我，你不想和林小云去见钱鹏的真实原因？因为我能预想到，这是一场非常不堪的会见，暴躁愤怒的困兽和刺乱阵脚的律师。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就凭我对钱鹏这类男人的了解，只是苦了康主任了。估计现在钱鹏把他当成救命稻草一样紧抓着不放。亏我之前还在帮你说话，你这个女人啊，眼睛就像 X 光一样，把人都看得透透的。我们现在还是替林小云担心吧。我一直认为她和钱鹏之间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对方，要走到绝境才是人性的图穷匕现。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希望她能和钱鹏尽早结束的原因。小云，我爸我妈还准备兴高采烈的参加婚礼呢。小云，你是我老婆，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啊，你就把他们接过来，替我尽孝。替你尽孝？我爸妈、我姨妈的血汗钱全都在你那儿，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拿什么替你尽孝？拿钱跑的人不是我，是那个于总。就算法院判决的是我，这也是咱们两个共同的一起的。林小云，咱们两个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明白吗？要么你想办法把我搞出去，大家鱼死网破。
笑什么呀？林小云，你要是不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咱们两个都别想好。我话还没说完呢，林小云，林小云，我没说完呢，林小云，林小云，林小云。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你有没有考虑过尽快和钱鹏离婚？我跟你说，今天必须把钱要回来，必须要回来！哎，就这儿，就在这儿，就是这儿。咱们今天把钱要回来，把钱要回来！等一下，你们是谁啊？让开！这是办公场所，不能随便进啊！让开！林小云，林小云，让开！林小云，跟你没关系，不是。你们别吵！林小云，林小云，你们干啥？找林小云要钱。要钱？他那个就是林小云，就是他。谁抓？是我们女儿做的那个云鹏财富，把我们所有的钱都骗走了，还好意思当律师？什么情况？找林小云要钱来了。林小云，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女儿是他的命房子。你们说这件坏事，赶紧道歉。还钱？各位，云鹏财富的事儿跟律所没有一点关系，而且我现在也没有这么多钱能给你。没钱，钱都没有钱，钱到哪去了？我去一下，你不用管。骗我们那么多钱，钱呢？好，林律师，你懂法，那我就问你，云鹏财富折腾的是个破软件，忽悠我们天天都在涨，让我们把钱全都投进去，现在这个钱又拿不出来，算不算是诈骗？这件事情警察已经在调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我们不听这些，我们就要钱，一辆是一伙的，找不到他，我们就别吵了。林小云，说话要讲证据。你们说钱鹏和林小云是一伙的，你们有证据吗？我告诉你们。林小云也是受害者，她的损失不比你们小。你是他领导？对，我是。领导，那我问你，我们把钱投到了云鹏财富，这钱到了钱鹏手里，钱鹏现在被抓了，我们来找他老婆林小云要钱，有问题吗？对，你们要钱没问题啊，求你们等一等，好吧？事情总会解决的，你们要相信法律。我们相信法律啊，但是我们等不起，我们都是普通人，万一等个1年半载，这日子怎么过呀？就算钱鹏现在被法院判了，这个钱我们能要回来吗？我的钱是等着治病的，你要让我等，那我就在这儿等。有本事你们报警，反正我什么也没有做。你试试，报警是吗？你说的，要不要试试看？扰乱律所正常办公，属于聚众扰乱单位秩序，后果很严重。你们有工作的，影响你们工作；有家庭的，家人子女怎么办？想过吗？已经损失很多利益了，没有必要再雪上加霜。给你们看样东西，这是一份借款协议书，这是林小云跟钱鹏的借款协议，他跟钱鹏签了，不光他，他的父母、亲戚、他的朋友，所有人都签了。来，自己看，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不要质疑这份协议的真实性。他是一个律师，这关乎到他的职业前途。你们管他要钱，他这笔账找谁要？所以他跟你们一样是一条战线上的，你们都是被害人。他甚至比你们更希望用法律的手段来追讨回这笔债务，明白吗？但我听说这个钱已经被卷走了，现在怎么办？找债主要钱，而不是他。
相反，他现在做的所有的工作，你们都是受益者。但如果他都要不回来这个钱，各位，你们一分都要不回来，一分都要不回来，听懂了吗？真的假的？凭什么呀？林小云跟你们是一条战线，他是我们陈军所的人，所以我们陈军所只能是你们法律上的后盾，而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叫康俊，我是这个所的负责人，是主任。这个案子有任何需要法律援助的，我们无偿提供。对的，如果大家想要回钱，就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懂的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哎，真的吗？真的是没有什么需要帮，真的无偿吗？真的是无偿吗？当然，我们会帮助大家。会。这样吧，大家来这边先跟我做一个登记，好吧？来，大家这边，对，相信卡。来，大家跟我来这边，相信卡吧。这边登记一下。来，我第一个啊。谢谢师傅。没事。都写清楚啊，每个人的名字、身份证。对，想。谢谢啊，谢谢。拿好东西啊，好。进。唐律，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这个给我的？对啊，我就是代表律所的同事对你表达一个敬意和谢意。啊，这不我应该做的吗？不，就是我没想到，因为这是我来陈军所以来受到的最高待遇了。哼，你送的卡不容易啊。这个确实，这个连你的前主任老陈主任都没有过这个待遇。是吗？哎呦，味道好极了。不，你是专程给我送咖啡呢，还是为了你徒弟，还是你有别的事儿？我也代表我个人吧。啊。代表我个人，我认为你这个人其实挺有什么？就是人情味儿的，对，人情味儿。人情味儿。好，你咱们稍微聊两句好吗？刚你也看到，这一波扛过去了，但是后面可能会有更大一波，有什么打算吗？毕竟林小云听主任的。啊？康主任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对陈军所、对小云都好。变化这么大吗？人情味儿，哎呦我的天！师傅，去吧。主任，因为我的私事给陈军所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我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你拿什么保证啊？你只要还是陈军所的律师，你即便是跟钱鹏离婚了，有些事情你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会想办法的。我不认为你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先休假吧。主任，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我知道我给律所没有带来什么价值，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很热爱律师这个职业。你相信我，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办案的。擦掉，擦掉，下次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我让你休假，不是让你休长假。
让你回去休息几天，暂避一下锋芒，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想一想后面自己要做什么。这个案子后面是一场硬仗，你以为就这么走了？好，我休假。那我什么时候能回来继续工作？随时啊，这个案子只要有进展了，我马上就会叫你回来。陈律所不会轻易放下任何一个人，除非他自己想离开。谢谢主任。坐。我不知道后面的风浪有多大，但是你必须要独立。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明白吗？我明白。我现在指望不上他，他公司账上都没什么钱，我把酒店、婚礼的钱都给退了，凑了差不多有10万左右吧。过2天我打给你们，各家的钱都先还一点吧。2万，这可是经典款，我就背了1个月。之前买的时候你们说是99型，我花了3万多呢。行情我们是非常了解的，女士。如果您这只成色再好一点，我肯定给您加1万。但是您看，这个链条也是有划痕的，而且这个5金也是有划痕的，所以很抱歉，很难给到您心里的价位。才1个月就折了这么多。女士，我们店里行情你也非常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能永远保值的，这款包已经很保值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出，再去其他二手店看看。出了。好的，女士，请稍等。Candy， 哎，过来帮这位女士办一下手续啊。好的，女士这边请。好。你师傅呢？刚好今天有事儿，不在，但没关系，我们几个人先碰一下。这几天我们对云鹏财富的运营做了一个深入调查，有些情况甚至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判断。这款软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靠理财专家建议去选择理财产品，创造出一套看似完整的数字评估系统，也就是一套依赖经验和数据的算法。钱鹏的团队对这套软件的开发花费了很多心血。是这样的。首先呢，钱鹏被骗了所有的人，技术团队也是基于所谓的数据，误以为钱鹏是创业天才才跟他合作的，结果合作里才发现这款软件漏洞百出。直到有一个投资人愿意投资这个平台，他就提出一个方案，能不能先让这个平台运行起来，吸引更多的用户进来，这样把之前的损失也弥补了，然后还能挣后面人的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借新还旧，典型的集资诈骗。没错，他就是打着一个所谓专家顾问团的幌子，
干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所谓的于总呢，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趁机登录了管理者账户，转移走了大量的资金。这个管理者账号的漏洞非常多，但是权限给他开放的非常大，他就利用了这个漏洞，开了一个空账户，然后把其他账户里面的资金通过理财收益这种方式全部导到这个账户上，积攒到一定的量，取现。这样的操作，风险系统会发出异常警报的。没有任何提示，因为它是从后台操纵，也无法追索任何的信息。而且这一切啊，钱鹏都脱不了干系，因为这个项目是他做的，而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个骗局。有没有办法再救救他？我最近清算了公司账户上的钱，几位创始人也凑了一些钱，可是这些钱离被卷走的钱也差太多了。还差多少？还差接近2000万。钱鹏在这个事件里，他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卷款逃走。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帮他去打，替他变更罪名，从集资诈骗改为废息，少判几年。至于于海的操作，那就另案讨论了。钱鹏也是受害者之一，而且于海只是个化名。警方那边的消息说，到目前为止还是查无此人，找不到于海，对于钱鹏案来说，结果很不乐观。我是觉得现在你真的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之前你师父跟你提的建议，甚至要准备一些材料了。我是说，离婚材料。按最好的情况估计啊，钱鹏有可能被判到15年，而比他更惨的是你，你还要替他收拾多少的烂摊子啊？前几天来那些债主算是温和的，那其他极端的呢？等他放出来之后，整个 IT 行业已经更新换代，他还有犯罪记录，那也就是说，你还要照顾他最少20年。仔细想一想，你的人生以后要怎么过？师傅，您说的对，我会听从你的建议。你同意了，我就交给管教让你签字。我不会签的，只要我一天不签，你就是我老婆，我们是一家的，想离开我没那么容易。钱鹏，云鹏财富留下这么大的债务，我们承担不起。承担不起？当初你跟我结婚的时候，怎么不想分清楚啊？我告诉你，要是法院问起我钱款去向，我就说一部分用作家庭开销，为你花的钱你必须得承担，明白吗？我说的我们不是我和你，不是我，谁呀？他也承担不起。你怀孕了？不是，什么得事啊？你信不信？我只需要吃几颗药，
就可以让肚子里的孩子变成血块消失。钱鹏，你就算减刑，10几年的牢狱之灾免不掉。等你出来，你还有多大几率能够结婚生子？你是独子，您钱家传宗接代的希望都在我肚子里。你疯了吧？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很清楚。我现在只想对2个人负责，一个是我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别的事情我不想管，我也管不了。李小云，你好像变了，眼神和原来不一样了。如果我同意离婚，你会生下这个孩子吗？会，只要你同意，我就会生下这个孩子跟你姓钱，我们两不相欠。但如果你不同意，我明天就去医院，然后我们再走离婚诉讼流程。我有的是时间和你慢慢磨。我签。签。